利川这回在特护病房里躺了整整17天，凝血功能障碍导致他肺部大量出血。医生在他的胸口插了一根管子，用来排除肺里的痰液和血块，所以他每一次呼吸都痛楚不堪。有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就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，医生却说不能用止痛药，因为止痛药会抑制他的呼吸。大多时候利川都在昏睡，偶尔醒来也不和任何人说话，包括我。熟睡的时候，他会拉着我的手，如果轻轻用手指抚摸他的胡子，他就会睡得很快，好像一个婴儿。Jeanette， 我是来看看你们的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刚下飞机就来了。那爷爷知道了吗？爷爷他心脏病犯了，进了医院。我看完利川之后，马上就回瑞士。爷爷这里的事知道的不多，宫医生都帮我们瞒着他的。季川说，等他稍微好转，就让他赶紧回瑞士，说毕竟那边的医生更了解他的病情。你坐一下吧，我去趟洗手间。那一年，利川得了癌症。主治医生是我爸的朋友，所以他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消息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争强好胜，什么都要最好的，习惯了老师对我的称赞，同学对我的羡慕。所以，当我知道利川这个病之后，他将来不是死就是残废，我觉得我接受不了。正好当年我爸去参加了一个支援非洲的医疗小分队，我就跟去了非洲，一去就去了1年。其实我想避开利川的，我没给他打电话，他很敏感，很快意识到我对他的冷落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。那后来你就没有见过利川了吗？
那段时间，其实我挺矛盾的。我对他又内疚，但我又很想他。离开非洲之后呢，我就去了加州读大学，读了1年的医科，然后改学建筑。前前后后，我交过5、6个男朋友，都没有结果。到头来，我觉得我始终忘不了立川。一开始我想，应该是内疚吧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在我心目当中很重要。毕了业之后，我就去了 GMF。GMF 很大很大，我跟立川一个在这儿，一个在这儿，很远。但很快我们就相遇了。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很震惊。我以为他会很颓废呀，或者很憔悴呀，没想到他跟以前是一模一样，还是那么潇洒，那么爱整洁。立川以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“perfect”， 他什么都要最完美的。比赛拿不到第1嘛，他会很失望；考试拿不到 A， 他又会很难过。我记得有1年的暑假，医生验光，医生说他近视，然后医生说你以后再也做不了飞行员了。他足足难过了1个暑假。一个这么爱完美的人，你想想看，他没有一条腿，对他来说是多大的打击。我去了 GMF 以后，我每天都缠着爷爷说，我要天天见到立川，我要跟他同一个部门。我调去了，他对我很客气。第2个礼拜，他就说他要去上海。我跟你一样，闹啊，吵架，每天都死缠着他，没用。他说他离开我的时候是完美的，他要一直都保持，在我心里面他都是完美的。Jeanette，你也不要难过了。其实他不是不能接受你，是他不能接受自己吧。我以为他去了上海，以后都走不出这个阴影了。没想到他遇到了你。一开始我真的很吃醋，但我慢慢我发现他变了，他变得爱笑了，他变得开朗了。他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呢，出了名的是 Mr. Cool， 从来不笑。他脑子里只有工作，工作还是工作，什么 OT 啊、加班啊，每个周末都要上班，从来不放假。所以，他拿到那些大奖都是他用几倍努力换来的。我觉得安妮，你真的改变他很多。他马上就要回瑞士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天天的陪着他了。我也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照顾他。你不回去了？我跟他说了，我说
只要他还活着，我就会move on。说到总要做到，对吧？你们俩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要互相折磨对方呢？我跟他之间的爱情呢，最大的一个主题就是互相折磨，所以不在一起也好，也就解脱了吧。既然你决定了，我就不拦你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常常打电话告诉你他的近况。不要了，都决定分开了，就要彻底一点，对吧？你这样应该会很想念他的。会想吧，但是可以把这份想念放在心底。其实我在啊，一点都不利于他的康复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因为我一连3次的病危了，我真的不能再让这样的情况再发生一次。安妮，你不要这样想，这些全部都不是你的错，你知道吗？